第三个问题，教会姊妹们额外参加活动，例如 BSF、妈妈祷告网等等，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我们教会是否不建议参加？那首先我先说哈，任何活动，只要它不是违背圣经的原则，那它就不存在是否可以参加的这么一个争议。那弟兄姊妹准备参加的时候，需要对这个机构有一定的了解。那有的机构它其实一开始活动一开始是可以的，但是维持下去，他们会像圣经中的罗德一样，他们会慢慢的向索多玛去挪移的。那大家就需要注意一下。不过这个问题哈、其实我觉得他真正想问的是这个，我换一个方法问哈、我觉得他真正想问的是，我们应该把教会之外的活动摆在什么样的优先次序上是合宜的？那我想，可能这个问题真正想问的是这个问题啊。那我就着这个问题去稍微说一下。那首先，教会是神所设立的，那因着主的命令，教会是门徒们被要求委身的地方。那不管你在哪个教会，你在我们教会，或者以后因为其他缘故可能要搬到其他地方去，其他教会，教会的委身永远要摆在优先的位置上。那不管是侍奉还是团契，教会是神所设立门徒委身的家，机构不是。基督信仰的基督教的机构不是，有很多的机构啊。那机构存在的原因是因为方便施工的需要而存在的，机构是这样一个存在的目的。机构是不能代替不能代替教会的，而且其机构的活动的重要性也绝对不应该在门徒的生活中是高于教会的活动。那教会是门徒彼此团契、牧养、劝勉、施行纪律以及彼此侍奉的地方，这是教会。教会是神大使命，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这个目的的实现的器皿，这是教会。那机构只是起到一个协助的作用。那相应的，真正的门徒训练以及成圣生活的实践，都是在教会中进行的，而不是在机构中。那这首先我区别一下，这个一些的活动可能是机构组织的，和教会的之间区别。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因为很多机构存在的原因，在现在很多是因为基督教会普遍性的软弱而存在的。有的教会不教导真理，普遍性不教导真理，自然就无法实现使人做主门徒。很多机构就是为了帮助这些教会而产生的。我想可能 BSF 最初的起步可能就是抱着这个目的而存在的哈。因为很多教会不教导真理，没有系统的查经，就产生了 BSF。但是如果每个教会都能够实现牧养，那么可能 BSF 也自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我会用保罗的话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在考虑是否可以参加其他的教会外的活动或者机构的活动的时候，我觉得有几点可以考虑。那第一点就是教会是否能够给予你足够的牧养，并且主内的团契生活。如果是真的不能，那我觉得参加其他机构的活动会给你带来更多的益处，甚至你得着牧养也会给你教会带来更多的益处。但是，假如教会有足够的牧养、查经以及团契的生活，那么有什么必要去寻找类似像 这类的教会之外的或者类似 BSF 的活动呢？那其次，那有的人可能是比较渴慕一些的，因为比如说BSF 时间，假如举个例子啊，我就以 BSF 举例，BSF 时间可能与团契的时间不冲突，他个人乐意参加，那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不合宜的。但是仍然要考虑哈，参加类似这样的活动，你们要就是大家要思考，你参加这样类似活动会不会影响你正常的团契生活？如果你的主要精力以及与弟兄姊妹主要的相处，以及你侍奉的重心是在教会之外的活动上，那么这说明你委身的方向是错了，你的优先次序实际上是摆错了。那么参加这些活动就对你非常非常的不合宜。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个人会建议你
不要去参加，因为这是优先次序的问题。那主的旨意是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实现牧养，但是如果我们将我们优先次序摆错的话，那其实就不合神的心意了。那这是我这个第三个问题的回答。